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是扑通扑通 Love。甘霖在高考当天临阵脱逃了，因为生活在单亲家庭的他，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高考。面对母亲给予的厚望和因为害怕失败从未努力过的自己，他最终没有走进考场，而是祈祷上天让自己从这个世界消失。就在他祈祷时，奇怪的鼓声从水坑里传出，他好奇地将脚伸进了水坑，而水坑的另一边连接着朝鲜王朝。朝鲜第4代君王李桃在主持重臣为百姓祈雨。朝鲜大旱3年，多次祈雨未果。李桃对父辈留下的封建做法心生疑虑，他叫停祈雨仪式。但就在这时，甘霖突然从天而降，出现在了祈雨的神器里。사극촬영하세요? 인간이냐 도깨비냐? 대체 네 정체가 무엇이냐? 저 그냥 고3인데요. 高三一词在朝鲜语中是不祥的工具，甘霖因此被当成了不祥之人。他看到手指被锋利的刀刃划破，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穿越到了朝鲜时代。在甘霖要被就地正法时，祈雨的巫师拦下称他是上天赐予朝鲜拯救干旱的礼物。甘霖为了活命，灵机一动，学着电视剧里的台词大喊：他趁所有人跪拜时偷偷溜走，换了朝服想要逃跑，却又被撞见拉入了大殿之中。在李桃与大臣的对话中，甘霖知道李桃想扶持学术，废除封建迷信，但以黄喜为首的大臣们却认为从古至今没有用学术治国的先例，他们以行不通为由让李桃收回成命。同时，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，以天象要挟李桃同倾诉厅审温之女昭显皇后尽快圆房。甘霖在逃跑时被宫中身份低微的临时工瞟眼撞见，为了讨赏，他将甘霖交给了李桃。甘霖在李桃的追问下，为了活命谎称自己通晓历史和算术。李桃为了制造思难，一直在命学士研究勾股定理。他求贤若渴，因此命令甘霖在2天之内算出勾股定理的答案。甘霖不认识题目上的汉字，但通过图形，他很快解出了答案。整个尚书院研究数月未过，但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却在几分钟内算出了答案。李桃大为吃惊，对甘霖的态度立马转变了，不仅赦免了他扰乱祈雨仪式的重罪，还赏他黄金，命他将所学的知识倾囊相授，同时准许他在下雨时离开。甘霖被安排住在了朴妍家，宫中的人都以为他是乡野来的穷小子，他的女性身份没有被识破，因此被打扮成太监的样子留在李桃身边教他数学。甘霖从简单的数字开始教起，李桃虚心向学，不放过任何时间学习。生活在现代的甘霖没有尊卑贵贱的观念，他敢直视李桃的眼睛，也敢在他答错时打他的脑门惩罚。但李桃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朴妍以大不敬为由将刀架在了甘霖的脖子上。甘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，但李桃的反应却出乎意料。 녀석 고3에도 역시 사내는 사내로구나 이 손심이. 甘霖觉得李桃是个开明的皇帝，自此他们的相处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李桃也渐渐放下对他的戒心，将他带到自己组织的聚贤阁中，与他分享研究成果。甘霖了解了李桃的远大抱负，他尽己所能把懂得的知识与他分享，但因为他们关系过于亲密，昭显皇后注意到了甘霖的存在，因此对他有了戒备之心。甘霖在和李桃的相处中，也了解到了他作为帝王的无奈。为了顾及帝王的体面，他需要谨言慎行，不能畅所欲言，甚至连奔跑都会被视为有失体统。为了获得一丝喘息，李桃只有在深夜才敢让甘霖陪他踢球。甘霖觉得他活得很累，因此劝他 아니 좀 뛰면 안 되나? 자기가 하고 싶은 것 좀 하면서 살면 안 되나? 자기가 왕인데? 甘霖的话触动了李桃，他终于放下身为帝王的枷锁，和甘霖一起奔跑起来。跑累了，他们躺在星空下，李桃的手臂不小心碰到了甘霖的胸部，他们都愣住了。
甘霖以为李桃识破了他的身份，但李桃却让他交出藏在衣服里的橘子。因为橘子，他的身份没有被识破，但甘霖却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李桃。他答应了李桃要他散步的请求。李桃换好便装准备赴约，但他却发现自己心脏跳动得很快。另一边，甘霖在橘子上画了笑脸，想送给李桃，但直到昏昏欲睡，他却只等到叫他回家的朴妍。第二天，李桃跟他解释昨晚有奏折要批，所以没能赴约，并且说以后也不能一起散步了。甘霖虽然失落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昭显皇后的父亲买通御厨，在李桃的菜里下了春药。皇后在父亲的指示下来和李桃圆房，她在李桃面前脱掉衣服，但李桃却慢条斯理地帮她把衣服穿好，并且告诉她想要权力就要耐得住寂寞。此时甘霖因吃了放有春药的菜药效发作，李桃为了保护她赶走了皇后。失去意识的甘霖对李桃动手动脚，他说出了自己的心意。李桃知道甘霖喜欢自己，他忍不住想要亲吻她，但他很快制止了自己的冲动。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疯掉了，才会对一个男人有兴趣。等甘霖药效散去，李桃送他回住处。他对甘霖说，希望两人能够放下一切，只做好朋友。보시오. 예, 좋아요, 친구. 甘霖虽然没能如愿，但他还是把画着笑脸的橘子送给了李桃。尽管李桃对甘霖保护有加，但还是被居心叵测的大臣们发现了他的存在。他们以蛊惑圣心的罪名将他抓捕，并且在没有告知李桃的情况下，打算对他处以极刑。李桃为救甘霖，跟大臣们说他是难得的有用之才，但黄喜却故意提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让甘霖找到不用太阳也可以计时的方法，证明自己是有用之人。没有人相信甘霖可以找到计时的方法，就连李桃的心腹崔万里都劝他放弃甘霖，但李桃却选择相信他。甘霖为了不辜负李桃的信任，他想出用水流速度推断时间。为了能够计算出准确答案，不擅长数学的他第一次拼命到流鼻血。李桃常常深夜偷偷来看望他，并且在他的稿纸上留下笑脸鼓励他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甘霖终于计算出了正确答案。与此同时，天空下起了雨。到了说好要离开的时候，如果就此离开，他便没有性命之忧。他换好校服，把脚伸进了水潭。同时，身在皇宫的李桃终于认清自己对甘霖的感觉。看到下雨，他意识到甘霖要离开了。他抛开了所有顾虑，一路狂奔去找甘霖。李桃赶到甘霖的住处，看到的只有他留下的演算纸。他不相信甘霖会就此离开，他四处寻找，终于在凉亭里发现了他娇小的身影。甘霖为了检查计时装置没有走，他以为自己成功了，但水流的速度还是不准确。他哭着跟李桃说，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努力过，曾经的他因为害怕失败，所以从来没有拼尽全力过。他自责因为自己数学太烂，还是失败了。李桃没有责怪他，而是把他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口，告诉他没关系，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努力，但是并没有找到答案。甘霖感受到了他的心跳，他知道李桃是在告诉他，既然努力也找不到答案，那就跟随自己的心去做就好了。为了保全甘霖，李桃早已准备了去明朝的船让他逃跑，但甘霖却不想再逃避。他请求李桃让他再试一次，可是他的存在威胁到了各方利益。黄喜一党派人暗杀他，崔万里也担心他背后有更庞大的势力，所以安排朴妍杀他灭口。李桃为了救甘霖，承诺会给朴妍4品官职。朴妍权衡利弊，最终选择救甘霖，让他逃走。李桃解决了危机后，在海边找到了甘霖。经历了九死一生，李桃才知道甘霖对他有多重要。他义无反顾地吻上了甘霖。在回宫的路上，甘霖看到河水中泛滥的水藻，因此发现计时器失败是因为出水口被新长出的水藻堵住了。他成功设计出了水钟，反对他的大臣们哑口无言。李桃得以将他继续留在身边。甘霖在去厨房偷吃泡面时，撞见了同样在偷吃的皇后。
因为皇后和她现实中的朋友长得一样，甘霖把皇后当成了朋友，和她分享泡面，还教她如何让画中的裙子染上星光。但在深宫的皇后太寂寞了，她一直是父亲获得权力的棋子，但现在她不想再任父亲摆布，她想成全皇上和甘霖，所以她将甘霖存在的事告诉了皇太后。皇太后因此要李桃将甘霖纳为妾室。甘霖知道自己被安排和李桃同房，还是高中生的他害怕了，他躲了起来。李桃找到了受惊的甘霖，安抚他说自己早就发现她是女生，但为了方便和他在一起，他没有拆穿他的身份。他请求甘霖下雨时不要走，只要像现在这样留在他的身边，他就满足了。甘霖在这里经历的一切像梦一样，但在那个真实的世界还有母亲在等他。甘霖舍不得李桃，也无法抑制对母亲的思念。终于在看到同母亲长得相似的皇太后时，他意识到自己不能一辈子躲在这里逃避生活，他还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李桃为像甘霖一样看不懂汉字的百姓创造出了朝鲜文字，他将自己第一次用朝鲜文字写下的3个字甘霖的名字作为礼物送给他。他再次请求甘霖留下来，但甘霖却告诉他自己要回去了。他一遍遍放低姿态挽留，但甘霖还是对他说了对不起。李桃知道留不住甘霖，他赌气地说：네 마음대로 하거라。李桃走后，甘霖陷入了危险，他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，蒙面人放火想要将他毁尸灭迹。李桃赶回来时，看到甘霖倒在一片火海中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自私。 내 옆이 이렇게 위험한데 내 너를 잡아두려 했구나。 大火烧光了李桃所有的心血，他创造的韩文化为了灰烬。甘霖被厚重的数学教材救了一命，他帮助李桃找出了罪魁祸首。崔万里迫不得已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他坦言，因为创造出了韩文，百姓能够自由分享所思所想后，他担心统治者的地位会面临威胁。但李桃却告诉他，无论他们如何阻挡，他也要为百姓创造出文字，他要成为什么都能给百姓的王。李桃知道，与其把甘霖像金丝雀一样困在身边，不如让他在天空中自由飞翔。他同意让甘霖离开。甘霖在走之前，将韩文的印刷版送给了李桃。李桃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被印在纸上，他终于相信了甘霖来自于遥远的未来。他送甘霖来到海边，天空下起了雨。李桃抱起落入水中的甘霖，他知道只要松开手，甘霖便会从他的世界永远消失。他舍不得甘霖，但还是在和他拥吻后松开了手。 언젠간 내가 너를 찾아갈게. 아무리 긴 시간이 흐르더라도. 甘霖回到了未来，他发现现实世界的时间并没有流逝。他赶到了考场，看到卷子上的历史题，他知道李桃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。甘霖回到家，见到了整日对他絮絮叨叨的母亲。虽然母亲没能给他最好的生活，但他再也不会抱怨生活的不公了。他虽然参加了高考，但成绩并不理想。但这一次他没有气馁，而是选择面对失败，重新复读。甘霖还是会常常想起李桃，在下雨天看着地上的水坑发呆。这时有人为他撑起了伞，甘霖抬起了头，他终于再一次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男人。无论多长的时间流逝，李桃终于在对的时间找到了他心爱的女人。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